最近1个多月以来，美军在我国方向上的挑衅行动格外的积极活跃，尤其是南海方向，先是出动空军与陆军兵力在黄岩岛海域大搞联合反舰演习，然后是派出了搭载 F-35B 的闪电航母，准备联合多国与菲律宾进行第2轮演习，来展示其军事介入我国周边冲突的决心。应该说，美国在军事冲突准备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在这个美国全国都在积极讨论与我国进行军事冲突，讨论如何在军事冲突当中战胜我军的背景之下，美军现在历年的军费分配、历年的装备与弹药采购方案自然就格外值得关注，因为这关系着接下来美军会如何建设，会新增或减少多少力量，将来能用在与我军对抗的力量有几何。正好这几天美军也公布了自己下一财年的武器弹药相关采购预算草案，这份草案当中，美军新财年弹药采购与其军事野心可谓是毫不相符。如果用最直白的方式来概括一下美军接下来一个财年的弹药采购，那就是一个字：少。海军与空军2大军种采购的打击弹药，在不计算地狱火这样的射程只有10公里一级的空射反载具导弹的话，美军一共只采购了38发战斧用于海军舰艇，550发贾斯姆用于海空军的战机，这就是美军全部的中远程对地精确打击弹药了。除此之外，还有海军的91发与空军的27发拉斯姆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海军的13发与陆战队的90发 NSM 轻型亚音速反舰导弹，零零总总算起来只有805发。简单做个比对，去年3月中旬，俄军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差不多半月的时候，北约通报表示，北约已经监测到俄军海陆空各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发射量已经超过了700发。当俄军打出第805发远程弹药时，俄乌冲突爆发还不到1个月。而去年秋天，俄军换帅转入对乌克兰发电等工业设施进行打击之后，头3天的导弹用量就超过了400发。就这还被人嘲笑俄军穷，打不起现代战争。即便是最近2、3个月，随着战线进一步固定，乌克兰境内值得打击的目标进一步减少，俄军越军远程弹药发射量仍旧在维持在300发左右的水平线上。以美军的这种弹药采购量，那都不够俄军打3个月的。也别以为美军是过去弹药买多了，所以现在不买了，库存足够。一来美军过去的巡航导弹数量也不多，二来过去20年美军在中东消费了大量的巡航导弹，用来炸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目标，并没有给自己积攒下来多少库存。俄军已经用事实证明，大几千发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是连解决乌克兰这样去工业化多年、衰败严重的中等国家都远远不够的。而美军现在的弹药储备，如果按照历年采购量计算，就是库存没有如今俄军打出去那么多。我们实在是不知道美军有什么自信靠这种武器弹药储备来探讨战胜中国的可能性。美军现在的导弹采购规模也不是一个能不能对我军产生威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应对朝鲜或伊朗这样地区性挑战威胁。毕竟现在美国采购数量不足的也不止战斧或者是贾斯姆这样打别人的弹药，防空反导弹药的采购量也严重不足。新财年美军舰空导弹采购一共只有125发标准6，略多于1艘055垂发，都装不满2艘052D。而反导弹药当中最有名的萨德，美军号称用来针对朝鲜弹道导弹的神器，下一财年也仅采购6发备弹。那真的数起来，朝鲜人民军今年至少已经进行了2次洲际导弹试射。按照2发导弹拦截一个目标的标准，美国新财年的萨德采购量已经消耗了2/3，而人民军今年还会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工作，显然远不止1次。以美国最近采购萨德的力度，那在人民军面前都是装样子，聊作安慰。接下来肯定要有人杠啊！美国只是和平时期没危险不生产啦，战时动员一启动，生产线一开，导弹就跟香肠一样哗啦啦下来啦。只能说很多人对于武器弹药生产线的组装难度缺乏必要理解，觉得弹药生产不需要上游的钢铁冶金与机械加工供应弹体，也不需要化学工业提供装药，更不需要工人进行组装啊！只要有一种叫做厂房的东西在那儿，就跟魔法一样，凭空就能出现生产线，然后生产线上哗啦啦的就跟母鸡下蛋一样变出导弹啊！我们只能说，不用看军工产品，就去看看各种民用工厂的规划到产品下线要花多长时间。这还是在工业体系健全、上下游完整的中国呢。美国的军工业有许多上下游是完全围绕着某种产品或某部分产能的，并且整体以缩减成本、扩大利润为导向。
这种导向之下，美国军工复合体一般会选择某型装备停产或减产之后数年内就完全关闭其生产线，终止其上下游相关企业的合作，然后部分上下游企业就此消失。而想要从零开始重建生产线，那这个难度可就高到上了天去了。美军乃至整个西方国家的弹药生产也是如此。由于过去长期低弹药采购量以及维持性投资，各大军工企业为降低成本，已经关闭部分生产线，结束了一些对上游商家零部件的采购，这些产能都成了消失性伤员。美国的工业能力，尤其是军事工业能力，与其野心高度不符，还真是让人遗憾。